吉田宇究竟有何背景？明明不在德云社工作，却能够得到老郭力捧。第一个是我特别感谢我师伯，也叫大爷们，就是我特别感谢郭先生，就是能想得到我，这当然一块就是他跟我事业的关系特别好。眼前这个感谢郭德纲的女孩，正是相声演员吉田宇。别看她算不上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但郭德纲在她身上花费的心力却丝毫不比其他弟子少。早年张云雷在喜剧人节目中爆火，某期节目中他要准备演一个情景剧，缺少一个女主角，于是郭德纲立马想到了吉田宇，邀请对方来给张云雷做主演，借此来提升他的知名度。后来郭德纲参加了《相声有新人》这档节目，并在其中担任评委。郭德纲又把德云社的演员刘哲安排给吉田宇做捧哏，二人一举杀进了比赛的前8强。后来郭德纲拍电影《祖宗19代》，拍影视剧《万春逗笑社》，其中都有吉田宇的出演。可以说他虽然不在德云社，但郭德纲对他比一般的弟子还要好，简直堪称是德云社的编外人员。那么吉田宇究竟有何来头，能够得到老郭力捧？其实这与他背后师承有关。吉田宇的师傅名叫刘增凯，他的师爷是吴兆南，而吴兆南的师傅又是侯宝林，郭德纲又是侯宝林儿子侯耀文的弟子，所以这样算下来，吉田宇要称呼郭德纲一声师伯。当年郭德纲开启海外巡演，准备打开美国的海外市场，为此他专门提前邀请了在美国居住的吴兆南先生。吴兆南在美国华人圈有些人脉，一般相声演员想去美国演出都会请他帮忙，但吴兆南年纪大了，根本不爱掺和这些事。可郭德纲邀请他，他却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。前2年来还自个儿开车去，90还开车看看去。如今郭德纲只要去美国，必然会先去拜访吴兆南。而除此之外，其实吉田宇的师傅与郭德纲也是早有交情。当年郭德纲还没有大火，刘增凯便与郭德纲合作表演过。问候在场的各位观众，怎么样很多人怀疑啊，刘增凯是不是台湾来的？是啦。这种话我也会说了。你也会讲这种话呀？刘增凯将湾湾口音与内陆相声相结合，反而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。看到这2位老先生与郭德纲的交情，才终于明白吉田宇凭啥能成为德云社的编外人员了。德云社编外弟子张康与搭档贾旭明合作，被誉为讽刺相声天花板。其实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恩师郭德纲先生。我其实一直想要给你表达一下这个感谢，无论你徒弟走到哪儿，我争取不给您丢人。真的是，你倒是没丢人，你丢了肉了啊！眼前这个当众感谢郭德纲的演员名叫张康，他是德云社的编外弟子，虽然不在德云社工作，但当年却差点拜了郭德纲为师。2006年那会儿，郭德纲突然爆火起来，他开始广收徒弟，这批人也就是如今德云社的鹤字科弟子。张康从小就对相声非常感兴趣，但早些年相声行业低迷，让张康一度认为自己没希望加入其中了。可郭德纲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窘状，他相当于往一潭死水中注入了新的活力，让这个行业重新焕发新机。于是张康不远万里从农村来到北京，只为加入到德云社之中。后来他跟着头鹤弟子一起学习相声，可当他学有所成时，却没有选择拜师，而是离开德云社出去闯荡了。张康呢，原来是德云社鹤字科的学员。那毕业之后自己在外边闯荡天地，这一晃也好几年没看他。后来瞧见晚会上老有他，还挺好，挺有出息。后来张康带艺投师，成为了相声演员冯春岭的弟子，并且与贾旭明组成搭档，开始凭借讽刺相声征战各大晚会。或许是因为二人的风格太过独树一帜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所以他们很快便销声匿迹了。再次出现，贾旭明已经开始说起了歌颂类的主流相声，除此之外也接触到了影视行业，而张康也做起了幕后导演。这对搭档的分开实在是令人可惜。而除了张康之外，德云社的编外人员还有卢鑫、玉浩。郭德纲3次邀请卢鑫、玉浩被拒，实际上是为了力捧二人。我们可能别的做不到，就是您要觉得有一天有个地方我们值得一用，您一个电话，我们竭尽全力，一定。此前，郭德纲去一档喜剧节目担任导师，卢鑫、玉浩一上台便得到了郭德纲的欣赏。在外看到这种人才，郭德纲自然是不会放过，他张口便是邀请。我头回见这俩人啊，对，头回听他们说相声，愿意上德云社来吗？回去商量商量，随时愿意来德云社等你们2个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经过一番考虑之后，二人私下并没有找郭德纲。此时老郭也应该明白了2个孩子的意思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在节目中郭德纲却接连邀请了他们3次，结果也是通通被拒绝。最后玉浩当着观众的面说出了开头那番话：只要郭老师您有需要，一个电话，我们2人必将竭尽全力。其实对于郭德纲来说，他门下弟子众多，并不缺一个卢鑫、玉浩，为何他会在节目中执意邀请2人呢？其实这背后隐
隐藏着郭老师的大格局。说白了，郭德纲就是想要借此力捧二人。从这档节目走出去后，他们便成为了拒绝郭德纲3次的男人，这热度话题立马就起来了。其实郭德纲之所以如此看好这二人，惜才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玉浩的身份，他师承相声演员魏元成，对方也是侯耀文的弟子，所以算起来，郭德纲其实是玉浩的亲师大爷。即便被二人接连拒绝，郭德纲也丝毫不生气。面对二人演出上的瑕疵，郭德纲也是认真知道是什么，你们俩太熟了这个。所以说他刚说完你就能接上来，你没给观众一个缓冲的时候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就差一丁点儿。啊！你抢在观众明白之前，你先明白了，这是错的。要知道，这种演出上的小技巧，一般演员都藏着掖着，很少会有人如此倾囊相授。郭德纲是真的将二人当成了自己的晚辈。在决赛期间，老郭忍不住又对二人说：“只要你们说相声，我就支持你们。”后来，卢鑫、玉浩回老家成立了相声社团新势力，郭德纲也真的履行诺言，亲手为二人的新社团写了牌匾。所以，别看他们二人最终也没有加入到德云社，但却得到了郭德纲的力捧，可以说是德云社的编外成员了。那么，你们还知道还有哪些与郭德纲交好的德云社编外成员呢？